淡水筏钓缘起于国人原创，受日本海筏影响，浙江垂钓人将之改进。事实上，究其史据，筏钓所用鱼竿、鱼轮，早在唐宋时期的神州大地便已出现，而今穿越千年，一竿一轮，一线一饵，徜徉山水之间，融于水墨当中，颇具古韵。本栏目由很牛的野钓鱼饵品牌西部风鱼饵冠名播出。本栏目指定鱼线鱼钩由完美渔具全程赞助播出。本期节目中，筏钓江湖栏目组来到美丽的新城长沙，胡伟在这里见到了早已约好的钓友。你这个刘一条的名字是网名吗？还是艺名啊？都是钓友们，然后给我一个这样的称号了。你要明天给我们推荐个什么好钓点呢？泽西水库，对，泽西水库是一个水库。对，它平均的那个水深的话，大概有40-50米，40-50米，对，50米左右。那边主要以刀鱼，然后那个边鱼啊、熊鱼、草鱼啊、青鱼。说的刀鱼就是翘嘴巴。对，翘嘴巴。首先见到了我们刘一条，刘总，他的网名叫刘一条，他是一个专门经营这个筏钓的，对筏钓呢，也是一个资深的钓手。我看他的店里面的东西啊什么的都准备的非常的齐全。这几天这个气温下降蛮厉害的，你估计鱼群会怎么样呢？我也比较担心的。今天立冬，考验啊，对，今天正好立冬，是一场考验了。你肯定去学习。另外，钓鱼还要摸索，它还是要探寻好多未知的东西。即使它天气变化了或者不变化了，怎么样，还是要钓的过程多去摸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大家都早早起床，为这次筏钓之行做准备。为保证探钓顺利，刘一条联系了一个熟悉钓点的钓友陪同前往。今天的气温是在15度左右，然后气压是980帕往上升。期待我们这一次出行能够有一个好的收获。半个小时后，两人来到长沙宁乡，在这里，胡伟和刘一条见到了钓友饶国红。要从这地方，从你这个店到那个钓点，大概要有多远呢？大概距离是300多一点点，320公里左右。300多公里。对，就是在我们北方的降温都非常大，一降都有10度左右。和你们这边呢还好了，好像降温不是太明显。昨天的气温和今天气温大概有5-6度的高差。今天升温的话，应该效果是也许会好一点，应该好一点，应该会。今天明天是天气肯定会好一点。来，带鱼温差不大。好，那我们去呗。好的，走，再好。200多公里的路程，另加上20多公里的蜿蜒山路，虽然路途遥远，但对于资深钓鱼人来说，这些根本不是问题。下午5点，经过5个多小时的车程，3人终于抵达目的地浙西水库。时间不等人，大家迅速整理钓具，准备登船。对，就在这地方钓。对，这地方有好多网箱养殖的嘛，我看。对，很多网箱。那我们今天去钓的地方
是，它这个网箱里本身是投喂的是吧？有投喂的。投喂的是最好的。对，在喂鱼的是最好的。尤其是喂鱼的时候，网箱底掉那个深程度是最好的。浙西水库位于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滋水中游，距县城15公里，水路全长56公里。沿江两岸山姿百态，树木青翠。水库中有45个大小不同的岛屿，这里绿水青山，山水相耀，时而像是来到了山水甲天下的桂林，又时而像行驶在长江三峡的峡谷中。半个小时后，3人终于到达目的地。由于周围的网箱正在投放饵料，加之傍晚又是上鱼的黄金时期，大家顾不上吃饭，马上开始准备钓具，开始做钓。大概留准的就是8到10米。我的就是大概是10到15米左右。浮准就是打在底，钓在离底。我现在呢，准备工作已经做好了。我用的这个线呢是0.8的 P1线，主线是0.8号的，子线呢用的是碳线1.5号。用的钩呢是金海溪8号钩。现在主攻呢就想钓翘嘴，钓水深呢钓在11米上面。等一会呢，可能11米不吃了，我就开始5米往下收索。我们现在打窝子呢，不是用的那个打饵器打的，而是用我们挂的是康比。刘老师啊，这个就是我们这地方的特色，是吧？康比穿下去，你看它这个雾化，它不停的在这样往水里边慢慢的扩散，慢慢的雾化。你这样呢，就比我们那个自动的投饵机呢，效果呢，可能说不差，也许可能招的鱼更多，大小全部往下滑。你看，我现在把它放到井里。根据水深21米的话，我们一般钓的是5米。钓在5米，那就放在5米上面。马上我的康比没嘞。慢慢的，我知道。1米、2米、3米、4米、5米半。在吃钓过程中间，我们是把那个康比一般悬浮在5到8米左右。就加上鱼排上面的那种投喂的颗粒，然后粉绑着饲料，我们一起用那个打窝器打下去，这样来诱鱼的。我用的是0.8的 P1线，然后加上1.5的那个子线，8号的金海溪。饵嘛用的是玉米。现在钓多深呢？你现在？我现在大概到了10米左右。10米左右。对，因为我也钓到11米。对，因为往那个往上走了，那个鱼都上来了，然后也是投食期间嘛，鱼层不会太深的。罗总。你好。你现在钓多深？我在大概是8米左右。对。你用的是主线那个 P 线吧？P 线，1.0的 P， 子线是2.5的。8米左右。对，8米左右，再慢慢收，慢慢收。小口，现在都是小口。水层的话，基本上差不多。我们用探油器探了一下，都是在20几米。20几米呢，也是那个轻微的那个口啊，大的不多，
没看到几条大的。饵料的话，我们都是用的那个玉米用了，那个颗粒用了，虾米也用了。天气的话，在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个急剧的扭转，就是突然下降了大概8度左右吧。必须要把那个投饵机关掉了，这里才有口，不在这里。还有一个事情，等一下我是搞一点饲料，搞点玉米过来，下一点窝，好吧？几个小时过去了，还不见重鱼，大家都有点着急。刘一条决定用专业的水下灯光来诱鱼。由于光线太强，胡伟建议将水下的绿光关掉，换成稍弱的白炽灯。首先呢，光是肯定能诱鱼的，它是指呢弱光或者接近自然的光线。但是你要用其他奇怪的或者很强的光，它又会驱赶鱼。有的鱼呢，它喜欢弱光。但是呢，有的鱼呢，它也怕强光。强光带来最大的不好的因素和光线带来最大的不好的因素呢，并不是光线本身的明暗，而是光线所照在水里带来水里的悬浮物，包括周边的鱼的影子对它的影响。第一天呢，我们钓的这个鱼情呢不是太理想，这主要是我们来的时候正好赶上立冬，天气变化，可能是由于立冬带来的影响，半夜天气越冷越冷，看鱼器上显示有鱼，却怎么也不吃钩，三人只能收竿休息。现在是早晨7点多了。昨天一晚上呢，等于是没有渔获。这2天的温度呢，剧烈的变化，就是猛然降温、突然降温的原因有关系。这个像我们现在主钓的翘嘴呢，在这种温度下，它会正常吃钩的。但是前几天温度非常高，一下温度，尤其是水温，它要变化超过3、4度的情况下，鱼就会有应激反应了，就不会怎么吃过了。第二天一大早，大家重整旗鼓，一边分析鱼情，一边准备钓具。昨天夜里边那个口特别轻，有小动作也打不住，我就用这种对付竞技钓、对付滑鱼的时候，对付弱口的时候，用这种钓法非常好，因为它这个一沾过水过了，上面都是粘粉，饵料的状态特别黏滑，而且呢，在水里边呢，它的颜色特别像玉米，又像小虫子，在水里泡的时间非常长，大概30分钟都不雾化。那我们呢用的饵料呢，可以说是我们3个人用的是5花8门，但是由于这个鱼不开口，或者是温度的原因、水的原因、水温的原因造成的，很多饵料它都不吃，这就不是饵料的问题了，也不是钓的水深的问题。今天也突然降温，加上那个走雪空发电，对这个鱼群肯定是有一个很大的影响。我们还是尝试用3款饵料，这才看哪一款能奏效。他用的是玉米，我用的是商品饵，这个非常滑的，在鱼钩上面摇一摇就行了，它一沾到水特别滑，颜色跟玉米一样，它有奶香。什么品牌的商品？西部哥的。好像来了点鱼。他
我们3个看谁能把它搞上。行，那个针上层就交给我吧，我钓10到15米，然后等我下去。反正咱3个饵料都不一样，钓一个斤都无所谓。那是。一晃又是3个多小时过去了，水面上还是风平浪静，各个水层都搜索完毕，饵料也换了几种，但是鱼儿就是不上钩。对，刘一条心里着急，准备去咨询一下附近的钓友，而胡伟也准备换个钓点试试。我就接到这边的一个钓友的电话，他在另外一个水域的排面做钓的时候，那个鱼情还可以。那个姚总，那个福哥。是这样的，咱们也从昨天晚上钓到现在中午差不多11点了，然后那个鱼情不佳啊。然后是这样，我那边那个在另外一个点有那个钓友打电话过来，然后说到那边鱼情还可以，然后让我们去看一下，要不咱们放到那边去尝试一下。对，看看到底也在摸索一下这个鱼情到底是天气还是钓位。还是地，这个地方还是有点草的。对，还是地点，对。要走吧，先去一下，不管那些。根据当地钓鱼人提供的信息，附近有个靠山的钓点，鱼情还不错，大家决定去试一试。就是换了一个钓点，换了这个钓点呢，它主要是跟我们说呢，它就是说，它那地方呢，相对的鱼的密度要大一点。40分钟后，大家来到新的钓点，没等钓友介绍鱼情，3人各自选好钓位，开始做钓。对于新钓位，胡伟还真是心里没底。根据经验，他不停地搜索水层。天空开始阴了起来，像是要下雨的节奏。能否钓到鱼，一切都是未知的。我换到那个地方过以后呢，用颗粒料和玉米打窝，挂的呢就是西部风的那个一种。浓心的黑颗粒，正好呢，它这旁边呢有投掷网箱，有喂鱼的，所以我就用挂那个颗粒去钓。果然，皇天不负有心人，坐下不到半个小时，胡伟就中了一条1斤左右的鳖鱼。中鱼了！鳖鱼1斤多，我把它放好。我现在用的是2臂的咬钳，就是在钓缓降，让这个玉米啊，挂的是玉米，让玉米缓缓的降落下去。它这个缓降在下降的过程当中，不管是竿尖往下点，还是突然竿尖顶起来了，线松了，我们可以见动作就打。都是一式吃口。见到中鱼了，
胡伟加快了搜索进度，果然又中了一条边鱼。哎呦，刚才中一条扁鱼，现在好像又是条扁鱼。哇，这条大！哎呀，好了！哦，从4米开始往下重新搜索，到6、7米的时候，我再用缓降搜索的时候，标就下不去了，这个杆尖就下不去了，就自动弹上来了，然后紧接着一抽杆就中鱼了。好几斤重。钓到2条边鱼，胡伟信心大增，决定一鼓作气，看能不能有更大的收获。我现在刚换到这个我们一个新的钓点。到这个钓点过以后呢，我首先撒了2把颗粒饲料，然后紧接着呢，我从4.5米开始往下收。这个缓降的时候，有时候鱼从底下往上面顶着吃的时候，它确确实实不会给你一种点头的这种杆的讯号，而是直接把杆子顶松了，就是我们放下去的线松了。这时候也同样是鱼吃食的信号。现在我收到10米又没有了，我来继续再从头再收一遍。不一会儿，胡伟就中了第3条边鱼，又中。再往下啊！突然不下了，哎，绷直了。我一抬杆打，又中鱼。这一条没有第2条大，这也有2斤重吧。拜拜。我自己感觉呢，从这一次伐钓过程当中呢，所吸收的最大的经验和教训呢，在天气一变化呢，或者是突然变化的时候，我们就应该这个钓点不行，就要换钓点。我们也这一次的吸取的教训呢，也一换钓点过以后，确实收获不一样。而这时，天却下起了大雨。面对如此大雨天气，商议之下，3人决定收竿。刘总，雨太大了，我觉得这一次我确实也跟你们2个学了不少东西，但是现在真的不能钓了。我觉得再钓下去又冷，雨又这么大。是雨，我看你们探鱼机探的这底下暂时的又没有鱼，这个雨一下，不知道鱼都跑到哪去了。我们能不能就结束吧？这一次。行，只能这样。那个地方，好吧？那我们就这次就，我们上午整个来说也还可以。可以啊，上午钓的也还不错，上了几条那个有效鱼哈。对，挺好的。主要是跟你们学到这个伐钓的不少的技巧，大家相互学习嘛。天又这么不作美，所以呢，这个鱼呢，有时候人算不如天算，不如咱们现在这一趟就此结束。好，回去。行。再钓真是太受罪了，我怕回来给你们又冻感冒了。好吧。好嘞。